因为合并并进去虽然5%到40%，但是它可以让你有个叫可扣抵税，税率就是股利金额8.5%，但是上限就是8万块。所以你看有些人常讲说，我股利大概在100万以内，有机会还可以退税，这是什么概念？我假设我薪水1毛都没有，我就是股利定存族，我每年拿到100万股利其实还蛮多的那我没有薪水，也没有一点利息而已，那一般人的那个免税的扣除额大概都是在20-30万，加薪资特别扣除大概40-50万，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股利大概在100万，你这个乘8.5%，原则上是8万基本上可以全部抵掉。OK， 懂。然后你的那个扣掉免税扣除之后，你可能会降落在这个税率的最低的那个基金5%。OK， 那这样8.5扣5%，你不相当于是退税3%的概念。这就是合并计税的一点股利的好处。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又来到报税季节，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热门书籍《节税的布局》的作者，也是各大财经媒体信任的专栏作家胡硕云会计师。胡会计师去年来到我们节目那一节标题是上班族节税的布局，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然后我们也把它剪成短影音，然后有破我们节目 Top 3的记录，然后单一的短影音还破了100万的浏览，非常非常受到欢迎。我们那集聊了很多，包含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原来点光明灯也可以节税，然后还有非常多合法的节税技巧，所以我们今天就再请到胡会计师来到现场来问有关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我们很多新观众嘛，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我们还是请胡会自我介绍一下。好，各位理财小时候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胡硕云会计师有志哥你好那自我介绍部分简单你 Google 我名字胡硕云3个字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资讯。台湾英国会计师我们事务所在圣岛市捷运站附近目前6个合伙会计师那我们有加入一些国际联盟的事务所，所以有做一些蛮多跨国的一些税务的规划跟财务的案子。另外我是某几家上市贵公司的独立董事有自己管理几档的创投基金所以针对一些那种比较属于高资产的财务规划跟传承，我就有做蛮多的实务案例的这个经验所以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至于就是大部分上班族小资族或是中产阶级常会考虑到的所谓的所得税、不动产税跟简单的遗赠税，原则上也是常常有因为金控保险的邀请授课，所以我在这部分也是每年都被强迫着还有因为书要每年改版所以被强迫着也要做复习跟更新案例所以这个部分是还蛮多的一个讯息这样。胡会这本书真的很有诚意，就是它也是常常在改版，像我手上这就是2026到2027的新版所以上面都是非常及时，非常就是符合大家需求的一个状况，会更新案例不是只有赶书，真的赶书就太骗钱了对，我们今天想要多谈谈一些方向，就是有关于投资人节税的布局然后我第一个想请教胡会，就是说上次我跟朋友聊天，他讲了一件事情，然后我说原来可以这样做。他说有一个节税的方法，就是买美股的人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可以卖出，然后在明年的年初再买回来。他说这样可以节税，然后他说亏损的也可以节税不是赚钱的可以节，亏损的也可以帮你节税。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原理这个其实他讲的就是美股美股就是海外的资产嘛那这在所得税法里面的规范是在所得税基本税额条例我们就俗称的最低税负制那最低税负制里面有好几项需要把境内所得加上海外所得、特定保险给付，还有你的那个非现金捐赠的列举扣除额以及这个股利分开计税，跟最后的这个我们一些未上市柜股票的这个买卖它的一些获利所得都要并进去来课最低税负制。那一年有750万免税额那其中刚刚提到的叫海外所得要并最低税负制嘛。那不过海外所得它不会说你只要有赚1块钱我就要给你并进去，没那么狠它有给你一个门槛，那个门槛就是新台币100万1 million 这100万超过才开始要并入最低税负制简单来讲就是你一年没有赚超过100万的台币的海外所得，1毛都不用多课税
所以刚刚那朋友讲说，我在年底把美股或是海外的基金赎回或卖掉，刚好它的获利金额就跟成本扣掉之后，大概就是99万 ，OK 刚好99万，把它卖掉，那我可能隔年初可能差不到1个礼拜，我再把它买回，也许成本很接近，但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所得税法规定它是用现金收付原则，就是已实现的获利，我才课你税，未实现的那种账面上的增值，它是不课税的。也就是说，如果年底我都不卖掉，到隔年再卖，那它是不是就算在隔年的海外所得并最低税负制？结果我隔年可能又涨一点点，从本来是赚99万，变成赚101万，那个隔年101万就要怎样？全数在那个年度的，原来关键在这边了，他就全数要把那101万全部并到最低税负制去，那要课20%。OK， 那假设他已经把那个750万免税额全部用掉了，也就是境内所得750万全部用掉的话，那他这个101万并进去可能就要课20%。但是如果前一年我把它先卖掉嘛，他如果刚好控制在100万以内先卖掉，那个99万1毛都不用算，然后隔年它的成本变多少？就是新的那个成本，所以他那99万获利全部原来如此，省掉嘞，差一来一回差99万，所以他只要祈祷，就是说他卖掉那几天不要大涨，对，没买到就好了。对，有时候我们也劝大家说，不要为了节税就去这个丧失掉这个经济利益啦，因为有时候不知道的运气不好。他如果像你说的卖掉，隔天它大涨10%，美股有时候没有那个涨跌幅上限嘛，对，暴涨或暴跌，暴跌它再赚到。暴涨会有这部分，所以这就亏损没有抓到这一部分。对，OK，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说损失可以抵扣它的规定是这样如果你今年有海外损失，你可以去抵扣你其他的海外所得这两个相抵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只能同类别的相抵而已。同类别是什么意思？例如说我海外有一间房子我卖掉有赚钱。或是海外有租金、有利息、有股利，那它这个类别跟你买卖股票类别不太一样所以你海外股票买卖的这个损失，你可以跟同样是海外的财产的交易，这两个可以互抵，但是其他类别的它是不同类别的，你就不能互抵。原来，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它所谓可以抵是这样。那台湾的境内的股票交易以上市柜来讲，证券交易所得停征，给你免税的嘛，只有缴那个成交价的3%。对，所以你有损失我也不给你免的，就公平，但是境外的因为有课你最低税负制，但是海外的损失就可以让你可以让你抵扣。好，然后观众还有留言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上次在谈的时候讲到一些高股息的相关的 ETF 吧，然后高股息的收入可能是很多人的主要的退休收入那它因为股利是要课税的嘛，但是他们对于 8.5% 跟 25%其实规则他们就是有点搞不清楚，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是要 8.5%， 什么时候说 28%， 那这个中间的详细是怎么区分的？他们也会问说，那到底要不要我不要领那个利息，就弃息买，然后卖掉，然后到时候再买回，跟刚刚有点像，就是我就先不要配息，然后配完息再把它买回来省一些钱。这个要精算一下，刚刚讲那个25是 28% OK， 这就是我们讲的股利，它的个人的股利所得税的一个税制，目前才2种可以计算的方式，一个就是并拟和这个综合所得税并入，然后让你全额跟其他的薪资租金利息全部加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然后算你的综合所得总额，扣掉免税额扣除了之后就是净额去看你的税率集聚嘛，从 5% 到 40%， 所以有可能缴到最高40%。那如果你可以缴到 30-40% 这么高的人，原则上政府给你一个优惠，你可以采另外一个制度叫做分开计税，就拆开了。你原来的薪资、利息、租金，你单独去报5到40%的综合所得税，那股利单独拉出来，一口价单一税率 28%。所以这设计很有趣，它故意刚好设在28%。为什么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吗？就是反正 5% 到 40% 这中间，你看这个平均数，大概到30-40% 里面，你的平均的有效的税率。直接大概在20%到25%左右，所以28%大概就是个中间的数字并进去到底要选合并好还是分开好？原则上其实现在的软体它会自动帮你算，所以你也不要太伤脑筋，只是你要有概念就好了。
因为合并进去并进去虽然5%到40%，但是它可以让你有个叫可扣抵税，税率就是股利金额 8.5%，但是上限就是8万块。好，所以你看有些人常讲说，我股利大概在100万以内，有机会还可以退税，这是什么概念？我假设我薪水1毛都没有，我就是股利定存族，我每年拿到100万股利其实还蛮多的那我没有薪水，也没有一点利息而已，那一般人的那个免税的扣除额大概都是在20-30万的加薪资特别扣除额大概40-50万，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股利大概在100万，你这个乘 8.5%， 原则上是8万基本上可以全部抵掉。OK， 懂意思。然后你的那个扣掉免税扣除之后，你可能会降落在这个税率的最低的那个基金5%。OK， 好，那这样 8.5 扣 5%， 你不相当于是退税3%的概念。这就是合并计税的一点股利的好处。那如果今天分开计税呢？它是适合在你的股利金额很高的时候就很适合用。例如说我算过了，大概薪水大概50万的人，你大概股利要高达700-800万以上，这么高才会用到28%。因为我刚才讲它是累进税率，了解，有可能到700-800万以上，你才会累进到平均有效税率大概在25%到30%左右。大概这个数字。好，那至于说我先把它这个赎回应该是卖掉或赎回，不要去领，还是说我先放着去领？其实就看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税制。我举例你本来就已经40%的税率的人，那你只要每1块钱的股利进来，你就要缴40%的税，或者是分开计税最高28%，对不对？这么高，所以你就看到你的股利金额。假设你今天领到100万股利，那你28%不就是要28万？28万，好，那你就算一下说，如果我今天我先把它赎回。我先不要让它这个股利金额记进去，那我赎回之后，我考虑之后怎样？等到它填完期，我再什么？再把它买回来，那你就要去抓一下这中间的这个你损失到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填息涨回去的这个金额？这个数字超过28万的话，那我会觉得你还是不要这样搞，对，你就照原来就好了。我懂意思那如果今天没有的话，那你就蛮值得怎样？先不要去领这个股利股息，因为领股利股息还有一个缺点它不是只有28%最高的股利所得税，还有一个叫做2代健保补充保费2.11%，对，它超过单笔拿到这个股利或股息，大概就是2万以上，就是要扣2.11%，所以你的总税负不是28%，大概30%多一点，所以其实是还蛮重的，所以刚刚那个28你要改成30万 ，OK， 那如果30万以上的节税空间，那个填息涨的那个价值，了解，低于30万，那我当然选择这样把它卖掉，不要去领这个股利，比较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数字但是这个就是所谓填息它的经济的价值算法是回到原本的价值，它是含你股利的那个金额，只是因为市场会因为这样子有所波动，填息就是再多涨一点，那有可能不填息因为你已经得到这个该有的股利了，所以依照一般的那个财经的这个教授们的说法，他照理说，你只要一配完息之后，跟你什么不填息，你还是该有赚的该有的本还是有。对，也有观众朋友问我，也觉得这是现在也是很多人这么做，就是他要买房子然后他用理财型房贷，就先弄一笔钱出来去做投资，不管是投资台积电，或是高股息，或是债券型 ETF。然后他们就有观众朋友就问，就是说，像他用理财型房贷，那个利息可以来抵扣除额吗？他这个讲的是我们列举扣除额里面有一种叫做自用住宅的购物借款利息，这个可以当做列举扣除额。那最高一户就是30万，最多30万。好，那不过要跟你的这个除去特别扣除额相抵，因为除去特别扣除额就是那个利息收入，最高就27万。OK，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最多只能让你扣30万。所谓的购物借款利息来讲是要自用住宅，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你这个购物借款利息，它必须是类似这种所谓的一般的这个房贷的那一种。但是如果理财型房贷里面它有隐含，它是那种所谓的储蓄啦，投资的那一种的话， OK， 那它就
不是因为你的房子而贷的，它有点是储蓄投资的概念，就是你借出来是做别的事这样子，它只是用你房子做抵押的概念而已啊，这个要很小心。OK， 这个在国税局的立场原则上，他认为这是消费性贷款或者是储蓄投资类型的贷款，那这样子的话它是不符合刚刚那个自用住宅的购物借款利息。了解。然后下一个也是观众的留言，他说长照跟残障是可以扣抵或者是同时申请的嘛？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有所谓的排付条款？那因为加入排付条款以后，就会变得有点复杂，已经在照顾长辈了。那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去申请呢？这两个是都可以去申请因为一个是长期照顾也是特别扣除额，然后身心障碍也是特别扣除额。只要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指的是你本人或配偶，或者你有抚养亲属，他们本身是有身心障碍的领到身心障碍的那个手册，那他就可以扣除。身心障碍特别扣除是21.8万。那长照的话，是因为不是你一定身心障碍你有可能是你需要人家照顾嘛。好，那这种符合长照的这个部分的话，是可以一个人可以今年有调涨，去年12万，今年18万。好，那这部分长照的部分，它指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有请看护，好，那你拿到那个看护的聘雇许可函或者是说你有去住这个长照的那种机构，那你可以拿到长照机构的住宿的一个证明收据文本，那这个你也可以拿去做抵扣。或者是说我在家自己照顾那我可不可以抵扣呢？答案也是可以怎么做？去找医生帮你开那个什么医师诊断证明书，一般会分几级的，我记得是2级到8级之间吧。这段的这个级数，医生帮你开出来，符合这种类似这种私人失智或者是需要长期照顾的这个范围的话，那原则上这种开给你的证明书，原则上你也可以去申请抵扣。这两个是同时都可以用的，没有问题。我们观众真的是很踊跃在问问题他还问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说财产损失好像是可以报，那我就想说财产损失是什么意思？是我买股票没赚钱然后变币值，还是说别人借钱给我没有还，这也都算财产损失吗？你先跟他讲，第一个是股票股票如果是变币值什么叫变币值？就是说我今天买了一档股票，然后放很久，然后结果这个股票后来出了事情，可能破产，或是价格变得很低，或是下市那这个股票原则上，如果今天你没有把它卖掉也就是没有产生交易所得或是损失，那你就没有税的问题，变成比较没有价值而已比较没有价值。那其实它就是还没有产生已实现所得或是损失，那是不可以有扣税的问题。好，但如果今天你有把它卖掉，或是这个公司已经有清算破产结束，那通常有破产结束，他就要去工商做登记，或是去法院申请这个解散。那这样你可以拿到一个公司结束的证明，那这样对你来讲就是真的损失。OK， 好，整个账面上全部损失掉，那这样子当然你可以认列你的损失。好，那如果今天是上市柜股票，你如果今天是我买100块钱，结果80块卖掉，这种叫做财产交易损失里面的证券交易损失。如果是上市柜股票的话，不好意思，刚刚因为证券交易所得也停征嘛，所以损失也不让你认。OK， 懂意思。那如果是未上市柜股票呢？不一样了，未上市柜股票你有所得要课税。但是如果今天你上市柜股票里面，未上市柜股票里面你有去升级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后这个公司我又去找银行的这个帮你做股票的签证，所以你就会属于有价证券，就跟上市柜股票很像的啦。那这样你的股票买卖也叫做证券交易所得。如果是属于这个范畴，也是一样，比照证券上市柜股票一样，只课证交税3%，不课证所税。所以不课证所税，证券交易损失也不让你抵扣。OK， 好，但是未上市柜股票的交易的所得虽然不用课证所税但是它有一个最低税负制的问题，未上市柜股票它让你变最低税负制要课20% 的这个最低税负那损失当然就没有差别那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是独资合伙，你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股份卖掉，不是有价证券，那这样就不叫做
证券交易损失，嗯它就叫做财产交易损失，跟卖房子没有两样。那财产交易损失可不可以抵扣？可以。那它有个很严格限制，它只能抵扣你今年也有卖其他的房子或卖其他的股票，都叫做财产交易所得哦，就是有财产交易所得，今年有损失，两个可以互抵。但是一样不同类别也不能抵哦。例如说你有股利所得利息去抵你的损失，不行，只能财产交易所得扣财产交易损失。OK， 好，那如果今年没有卖房子，也没有卖那个未上市柜股票的股份那种，我今年没有财产交易所得，我就有损失，那怎么办？那不是很浪费，对不对？那政府说啊，可以，我那个损失跟你留着抵扣，可以往后抵，往后抵几年？3年。就是说，举例，今年我卖股票亏了100万，今年没有任何的财产交易所得，那隔年你刚好有卖股票赚钱，不是证券交易所得是财产交易所得那种，那我隔年我是赚50万，那我就是100万可以抵掉50万的损失。完全不知道这种事情，知道，真的要保留凭证就是这样，真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因为可以往后抵3年，所以你应该即使是损失，你以为说啊这也不是所得，我也不晓得权益，我就不报进去，因为政府不晓得你有这个东西啊，真的。所以你应该正确做法是我综所税申报书里面要特别去填进去，我今年有财产交易损失，然后附件送给国税局稽征所，然后这个损失他就会记着了。然后他会留着未来3年让你抵扣 ，OK， 就这样隔年他就自动跳出，你之前你有什么有损失哦，给你有所得哦，好你抵扣所以这样假设100万2年各50万都可以不用缴税。哇，这个知不知道差很多完全不知道这种事情，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应该怎么去获得？因为我觉得这方面就平常那个软体打开就按完，然后你也不知道我要付这个凭证。这的确是啊，其实政府因为现在也越来越多都是网络化了，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些给付的机构，像公司会有薪资扣缴凭单，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劳健保会有一些资讯会带进去啊，对，但是很多还是没有办法带进去。尤其刚才讲的是什么财产交易损失啊、灾害损失啊，灾害损失像所以之前比如说像花莲那个颜色湖，那也算嘛，对不对？对，只要政府说这个可以就可以。之前连大停电啊、设备闪跳啊，那我家设备闪掉，我家微波炉突然坏掉了，有上次胡快有讲嘛，对，那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啊，你就去申请看看嘛，30天内申请，你过了你就赚到，那无上限。所以刚才讲说在那个损失那个东西损失掉，有分2种东西，一个是财产类别，有交易的那种叫损失。那如果是单纯的损失，那你就要走另外一个制度，就是灾害损失制度，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主张我这个损失是灾害造成的，那这样就无上限。OK， 那灾害损失像比如台湾最常见就是地震了，如果地震震掉我家很贵的东西，你可以去主张看看啊，例如说。政府并没有法令说灾害损失它可以申请的范围到多深多广，没有特别定义，都是个案认定嘛。所以如果你刚才讲说我家的那个放在那个书柜上面的有一个什么清朝的花瓶这么贵吗？那你就拿出什么这个照片还有你当时原本的样子。对，before after 嘛，上次有讲嘛，拍照嘛 ，before after，然后还有就是我买这个东西的购买的发票收据证明说这东西是这个价值。那我因为你这次的灾害害我损失掉了，像之前那个泡水车就真的有人申请成功，因为放合体，闸门来不及政府已经强硬关掉了，那我整个泡水了，那我损失，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拿出我这个车子当时购买的价格那顶多政府有啰嗦就给你扣折旧嘛，折旧扣掉之后，那剩下的价值就是我可以认的损失啊，这合理的，所以凭证那些购买证明真的要保存很久大部分人其实都不习惯保留凭证，真的我就没有。对，其实大家都是对统一发票而已嘛，对对我就丢掉嘛，对，其实还是不能丢掉，其实都把它留着，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之前有一个叫薪资特别扣除额，不是现在是21.8万嘛，那有个叫做名目条款，它可以让你抵扣三项支出，大家有没有记得？上次应该有讲到，一个是置装费嘛，一个是职业上的工具嘛，
第三个就是在进修教育训练费，这三个都可以抵扣。上限就是你的薪资所得的 3% 一项，了解。所以上限就 9%，所以大概240多万的薪水的以上的人，他就很适合收集凭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建议大家鼓励多收集凭证，因为你有凭证，以后你明年度5月你才可以拿来抵啊，没有凭证你没得抵啊。那个制装费是什么都可以制吗？还是他原则上当时是为了那个 model 林志玲事件跟他的师妹倪若瑶事件所造成的嘛，所以演艺人员的那个制装费，对，那是工作就一定可以。上班要穿西装算吗？你弟看成功话就可以教的一个案例，就是大概是有困难的意思。例如说，搞不好我是律师，有没有？律师要去上法庭，会有律师袍。那算不算？理论上应该要考虑算的，因为那是工作，真的你也不会穿那个上街啊。但是那个通常比较严格一点，比较严格。但是因为政府他去申请的人很少了，所以我觉得鼓励大家就多去申请看看。如果有问题，国税局会跟你说这不行啊，那你就跟他谈谈看这样。那但是大部分那种所谓的教育训练费，都很容易抵扣成功。因为现在很多金融保险业的从业人员，他们会上很多课啊，什么信托课啊、税务课嘛，还有这个相关理财的课嘛。那他们这些课程只要符合是工作上技能、法令规定要你做的进修的这个课程，那都可以抵扣啊。哇，那比如说你工作需要，然后买了一些线上课程，然后这里算。对，但是你要发票收据啊。那个通常都会有，所以还 OK。是啊。那工具其实包括什么？杂志期刊呢？所以如果你是银行业、保险业，你不是会订那些像我长期帮财务顾问杂志写那个专栏嘛？你去看那个相关的这个银行、保险的理财相关的书籍，杂志，那是不是那个费用原则上也可以抵扣啊？因为那是你的专业上在用的，那是可以的。保存凭证真的很重要啊！是啊，像你看，你有保存凭证，我才知道我当时灾害损失，当时买的价格多少。不然政府说我为什么让你抵扣啊？比如说我跟人家买东西是签合约，因为就是个人交易，那这也算是凭证嘛？其实凭证很多种，因为他不会开发票给我。对，个人对个人通常不会有发票问题。好，那但是个人对个人，如果那个人有赚到钱，原则上依法令啊，有个叫其他所得。其实你只要属于其他类别的，你也要课税啦。例如说你个人给个人一些顾问费好了，那他要报他的自己的那个可能报薪资啊，好，或是这个报他的其他所得，或是有人做一些简单的小农买卖，那可能会有那种一时贸易所得，这都有相当规范，只是很多人就是不晓得故意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还是这个真的不知道，那他就没漏报嘛，那相对的人只要你有报，相对的人他就可以报相关的这个费用啊，合理啊，就是可以当他成本费用可以去做扣除，但是原则上台湾现在的个人重所税，它比较没有像公司营所税可以让你有成本费用可以抵扣的概念，就刚那个薪资可以抵扣，还有灾害损失发生的时候你有用成本的证据，其他大部分其实都是用一般的你的生活状况、你的工作状况、家庭状况来让你做一些扣除，比较没有成本费用的观念，因为当然不会记账，大家比较不会收洗凭证。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一篇文章啊，也是跟投资人很有关系，不过他跟就是遗产有点关系，就是说他描述大概这样，我照他原文念，就是他是台湾人，他在美国定期定额买了一些美股啊，然后累积了蛮大，就200万美金的股票跟 ETF， 然后他过世以后，他的那个证券户被依法冻结了然后他的继承人就是他儿子拿不回来，或是很复杂，然后网络上这篇就突然爆红，就是有时候买美股其实是有这个缺点，然后台股还是比较好，他就有类似这个结论。台湾有遗产赠与税嘛？那以台湾来讲我们上一代如果就是被继承人走掉的那一刻起，他的所有财产原则上是先冻结起来，虽然归属于所有继承人共同公有的状态之下，但是政府要课税嘛，所以原则上第一关你要先缴遗产税，缴完税完税证明书拿到之后，或是免税的证明书拿到之后，你才可以像地政事务所，或是去这种券商、股票，或是去金融机构，拿着你的这个相关的完税证明书跟这个死亡证明，还有你们的遗嘱或是大家的遗产分割协议书去办理继承登记过户。OK， 好，台湾是这样子。那台湾这样子的规定其实也是仿效
欧美其他国家。好，所以美国也会有一样的概念，也就是你要办完税，再来是什么做继承的过户登记。好，那继承的过户登记它就有点很复杂。第一个你要先证明什么？证明亲子关系你可以我是继承人嘛。第二个是你要缴完税嘛。第三个是什么？你还要去跑到当地去办什么？办这个相关的继承过户登记。如果要飞到美国去做这件事，所以有些人资产比较大，他的做法就会委托当地的会计师或是税务律师，他们会帮你做这个相关的报税以及这个继承的过户登记这样子所以刚刚那个案例，他的美股，他的爸爸妈妈的美股或是基金、债券，为什么会被冻结？当然会被冻结啊，因为他只要有知道你走掉那一天起，这财产是不能乱动的，要先完税啊，好，然后还要缴这个相关的缴税完之后还要做继承登记，你才能过户成功嘛，好，所以它是很复杂的，那有什么解法？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当然觉得说很多人用海外平台嘛，那就会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解法就是台湾有很多那个券商的副委托，台湾的券商还有一些副委托去买海外的美股，可不可以？可以哦。那因为它是走台湾的台湾的法律架构制度，所以你的办所有的这个继承过户登记，台湾一并把它办完。对，这个差别在这里。对，因为依照台湾的遗产税法规定是全球都要课税，所以它这张单子政府应该也有机会调得到所有的金融遗产查询，所以但是因为你也因为这样好处是什么？你可以什么？也可以容易做办理继承过户登记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是有人就说，干脆你透过信托啦，或是透过这个保险的架构你比如说你去保险公司买的保单里面，它这个投资型保单，或是它这个保单里面有去投资一些海外的基金、股票这是也很有可能的。那这种架构底下，原则上到时候你能上代走掉之后，他领的是什么？保险给付，那保险给付就很容易去理赔，听说2个礼拜就到手，用这个方式来转换。不然的话，就是你的资产规模稍微比较大的话，也许你可以透过设立那种境外公司或是国内公司，反正只要透过法人实体，你是持有股份，这个法人去投资相关的美股或是海外资产，上一代走掉之后，你所遗留的财产就是这个境外公司或是国内公司法人的什么股票，那你就比较容易什么了解去办理这个相关的继承登记。 OK， 国内的话就照台湾的法律，国外的话这个境外的一些变更登记，稍微比较容易拿到，因为如果你现在是那种所谓那种当地的那个美国当地的公司股票的话，你原则上你也是照刚刚那个美股跟美国基金一样，要办理的程序很复杂，类似这种概念去提前的规划会比较顺利。自己原本认知就是说海外平台买美股就是免手续费嘛，付委托就手续费比较重，付委托也有这个优势存在。那其实如果你不想到时候复杂，比如说年纪大、定期了，然后要方便传承给下一代，其实付委托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其实你是想一个概念有时候大家问我说，那到底怎么选择比较好？有时候要看第一个规模大小，第二个就是说买海外的资产股票会分2种获利嘛，一个是 capital gain 一个是 dividend 一个是股利嘛。如果今天以你是非美国税务居民，你的这个 capital gain 原则上是不课税的。那股利一般都知道课30多%嘛，对，30%或30多%。那你如果课这么高股利所得税，那原则上台湾又要课海外所得，海外不价差或是股利都要课税，不过有这个税额扣抵了那你如果今天是频繁交易的人，那因为刚才讲海外券商，它的手续费低很多，那也许你考量用海外平台，是可能在平时的时候，你的税负可能稍微比较低，那如果今天你是股利为主，你就放着而已，那其实不管是付委托或者是美股那边，在海外券商平台，好像差不多，这个它的扣缴税都差不多，那原则上其实税负不会差异很大，那因为你没有常常频繁交易，所以手续费其实搞不好不会差很多，那以这种状况来讲，你为了要继承顺利，反而用国内的券商去投资美股，可能会比较有利一点。要看你的投资的习惯跟心态。了解。不是一定
怎样会比较好？懂，看个案，所以所有的答案其实都是 it depends， 看你的状况是怎样的。没错，一点。最后想请教胡快，你觉得投资人就是除了有这些知识以外，可能资产比较庞大或者什么样的状况，他很适合去找会计师或税务顾问？大概到什么程度的投资人，他们比较适合考虑这件事情？ OK 哈。通常建议大家就是你的那个税率已经超过30%以上 ，OK， 即将迈入40%，那40就基本上政府快课一半，他就受不了，那当然就要来，尽量是可以来谈谈了。但是如果你是单纯薪资所得你其实薪水高达1000万，你的薪资所得，那你只能处理的就是这个一些相关的扣除了，来增加你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免节税优惠，那至于说你可以有哪几个项目可以创造，例如说成立基金会这种你的金额太高了，所以一定要成立基金会，那这样也可能就需要找会计师，不然的话你的薪资收入或是其他的收入金额太低，其实坦白讲那个成本效益也不够高，因为你的所得类别不一样的话，那就要特别注意。例如说你是盈利所得为主，你是有开公司也有领股利的，那当然找会计师，你有开投资公司就有差或者是你是包租公包租婆，你的租金收入已经很高了，那虽然有4-3%必要费用让你扣，但是因为你可能被国税局当作你太多间了，听说国税局觉得你6间以上，我就会觉得你是营业行为，那这样子你就搞不好要开公司，那这样就要找会计师来处理，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很多这种海外资产，很多人不晓得该怎么报这个海外资产所得税，因为海关的对账单有时候是很难看得懂，或者是美国的那个美国的 IRS 的报税资料，它很漏等这个英文字这个比台湾的这个报税的表格还更复杂，那这种牵涉到专业行为，那你金额又高，那就很适合找会计师来帮你做直接申报，然后怎么报最有利，甚至可以建议说你的海外所得也许可以透过境外公司来做投资，也是一个方式，或者是你的这个个人是中小企业主，你本身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你还有公司税，它比较属于综合性的考量，那最后就是家族有一定的钱那个你的遗赠税到达一定程度，大概至少都15%、20%以上的税率的人，也就是1亿多以上的资产的人，那这样其实你就有必要做提前的这个遗赠税的规划，那这很适合找我们会计师，还有就是我们的不动产，不动产税很多嘛，不动产从房屋税、地价税到土增税，到这个房地合一税，后来还有实价登录，以及这个现在的囤房税，跟这个以后现在很流行，台湾很多都要都更围绕改建嘛，那都更到底是都更前要给小孩子，还是都更后再给小孩子，大家很伤脑筋嘛，那这其实很复杂的税务关系，那这其实就很适合提前跟会计师多做咨询。好，我们今天谢谢胡快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知识，也希望各位投资人能够聪明的、合法的来节税，然后替自己累积更多的资产。我们今天谢谢胡快，不客气，谢谢。